如果你是一个民宿的老板呢，需要搭建一套带 WiFi 认证功能和带民宿页面介绍的一个企业级的 WiFi，那么你可能要花费几万到几十万不等。但是如果你使用了最新的一个云 WiFi 的方案，那么你可以省下几万到几十万不等。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小企业 WLAN 的一个终极低价杀手——云 WiFi。云 WiFi 字面意思就是云 AC，有些地方也叫云控制器和云 AP 相结合的一个方式。为了便于理解了，我们就回到民宿老板在建设 WiFi 的一个问题上。我们假设他的需求是需要一条1000兆的宽带，有2层楼，每层有15个房间，每个房间呢需要单独的去部署面板 AP。民宿的走廊呢需要部署6个吸顶 AP 来满足酒店机器人的一个自动寻路和日常使用。那客人在使用时呢，需要连接 WiFi，通过短信认证来满足公共 WiFi 的一个网间备案需求，并且呢，在客人认证以后，可以弹出民宿的一个介绍页面和一个服务的推广。那这种呢，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企业 WiFi 的商用需求。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一个 WLAN 的方式来做的话，大概所需要的设备是这个样子的：需要一台带认证功能的 AC 控制器，一台出口网关，一台日志存储服务器，2台24口的 PoE 接入交换机和36个 AP。这个就是传统方案当中最省钱的一种了。算上施工成本和后期运维的话，造价大概在6万左右。但是呢，如果使用云 WiFi 的一个方案，它是这个样子的，只需要仅仅的2台24口的 PoE 交换机和36个 AP 即可，造价呢大概在2万左右。通过对比啊，我们可以看到云 WiFi 的技术架构呢，就只有云 AP 和云控制器这2个部分组成。云 WiFi 和传统 WLAN 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 AC 控制器。那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 AC 控制器。AC 呢是传统 WLAN 的一个网络的大佬，通过标准协议 CAPWAP 隧道来对 AP 呢进行统一的管理、用户控制和无线策略的一个下发。在中大型的网络场景中呢，是实现稳定、漫游、高效、安全无线网络的一个核心组件。那我们说人话就是 AC 呢，就是等于无线网络的一个大佬加上一个安全的控制中枢。当然，它的价格相对也是比较高的。另外，有一些厂商的 AC 啊，它还需要去根据管理 AP 的一个数量多少，来额外的购买一定的 license。那我们回到云 WiFi 哦，看拓扑它是没有 AC 控制器的，那是不是就等于它没有了统一管理 AP 的能力，也没有传统 AC 的实现各种认证功能和策略下发以及漫游的一个能力呢？其实呢，并不是的。因为它是有云端平台的，它用了云端平台来代替传统的 AC，而且各个厂家的云平台呢，基本都是免费的，功能其实都差不多。我这边就以某个厂商的云平台来展示一下云 AC 的一个常见的功能。我们进入这个网站。wis.瑞杰.com.c 可以直接用短信或者是微信注册一个账号即可。那如果不想注册账号的话，也可以点击游客登录，官方是提供了一些对外展示的设备，可以进去体验一下。那我们就进了某一个厂家的云 WiFi 的一个平台，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进来之后啊，我这边是已经创建了一个自己的项目，因为是演示怎么创建，我就不做过多的操作了。那我们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它左边有这么几个菜单栏。首先第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场所，场所的话，我这边是可以直接去添加的。比如我添加了一个场所的话，它就可以多出一个场所，比如我盆盆奶茶店，对吧？然后呢，添加一个云控制器，随便选一个分组，随便选一个位置。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就有出来了一个盆盆奶茶店。如果我想添加更多的盆盆奶茶店的话，我可以在这边添加更多的。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总部和分支的一个特色。那左边的话就是一个网络设置，网络设置的话的前提就是我们需要添加一台设备。那我这边就是自己随便编了一个序列号，然后添加了一台设备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添加设备云 AP，对吧？然后输入进去之后，它就可以在这里展示。如果说它能够通网之后的话呢，正常来讲，它这边就会显示是一个在线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多少个用户接到了这个 AP 下面，然后我们也可以点这里的一个详情，它可以看到设备的一些基本的一个信息、设备的体验，然后下面下挂的一个终端，包括它这边也可以对它进行命令调试，还有外部的访问呢，包括 Turnet SH 等这些接口的访问，还有一些配置备份，包括升级都可以的。那网络配置这里的话，其实就是类似于我们路由器里面去设置它的 WiFi 名称和密码，比如说我要命名一个来喷喷奶茶店，好吧，喷喷
奶茶店，输入密码123456788。V61和 V62的话，其实就是2.4G 和5G。如果你只勾一个的话，就是代表2.4G；如果只勾V62的话，就代表是5G。两个都勾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双屏合一。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我就多了一个喷喷奶茶店的这样一个 WiFi 名称，直接就可以去下发。那这个时候的话，你的 AP 里面就会多出这样的一个 WiFi 的信号释放出来，供大家去选择了。这边还有一个网络拓扑的一个结构，那包括就是你有很多 AP 的话，你可以在这里做一些无线网游。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布放了很多的一个 AP， 你需要去对它的一个信道，包括频宽的一个规划。但是如果设备太多的话，你一个一个的去调整就非常的麻烦，可以直接在这个云平台呢，直接去点击它的一键网游。它就会自动的去识别你周边的一些干扰，然后让算法去优化它的一个网络结构。包括还有一个云 AP 的一个漫游，它会根据你长手类的信息也是去收集，然后最终实现一个无缝漫游的一个效果。包括还有一些终端洞察，如果说你这边有设备的话，它是可以在这边给你直观的展示出来，包括它终端的名称、序列号、IP 地址、MAC 地址，还有场所。一些终端类型接入的一些速率等等，都是可以直接在这边展示出来了。这些网络体验的都会在这里给你形成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图表。那这边还有一些认证的功能，就是我们说传统 AC 你可能需要一些认证的服务器，那在云 AC 上面它基本也是给你内置了这样一个功能，比如说有一些一键上网，对吧？还有短信的一个认证，包括固定账号的一个认证，小程序还有钉钉都可以。就是根据你的需求去定制的去使用，而且它这边的一个认证配置界面，它是可以自定义的去做配置的。它默认的话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点开预览，就是这样的一个认证界面。当然，我们也可以去自定义一个认证的界面，然后呢，我们可以去编辑它，它这边就会出现一个广告的编辑器。我可以了，把我对吧，比如说喷喷奶茶店的做的图片，然后给它放到这里，然后呢，还可以让它跳转到我的某个广告上面，还有一些你店铺的一些联系电话，包括还有一些 APP 的下载呢，你也可以放在这里。所以它这个认证界面的一个个性化定制是特别适合于就是沿街的一些商铺，还有一些酒店等等的一些场所，它这个全部都是免费的。包括如果说你是做一个项目交付的话，这边会有一些交付验收的一些东西，你一键导出的话，就可以形成一个特别完善的交付验证报告给到客户这边，就不用你额外的去编写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其他还有一些很多的功能，我这里我就不做过多的演示了。上面展示的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云 AC 的能力，传统的 AC 的功能它都有，传统 AC 它没有的功能呢，它也有。关键一点就是它是全免费使用的，对于企业主来说就是花了最少的钱办的最大的一个事情。另外，除了云 AC 强大的管理功能外呢，它的多站点也是一大特色。我打个比方说，我在全国开了50家喷喷奶茶店，那这些店铺的 WiFi 呢，我想统一管控，或者呢，我做了什么 WiFi 海报呀，我需要统一去下发的话，按照传统的做法呢，是需要总部和分支的形式来管理全国的 WiFi，每个站点呢都要通过人工去调试配置，这一来二来的话，成本也就上去了。但是如果我使用云 WiFi 的话呢，只需要点点鼠标，在云端建立一个多分支的结构 ，AP 通网呢即可去下发。也就是说，线下调试需要8小时要做的事情，在云端8分钟就可以搞定了，大大的节省了一个运维的成本。云 WiFi 和传统 WLAN 的网络虽然本质上都是为了提供无线接入服务，但在网络架构、部署方式和管理模式以及运维成本方面呢，存在了许多的一个差异。对中小企业连锁门店来说，传统方案的重资产投入和周期成本呢，变得难以接受。云 WiFi 不仅是对传统 WLAN 的补充，而是一场从架构到商业模式的彻底重构，是新一代无线网络范式的一个代表。如果你是中小企业、连锁品牌、教育机构、酒店、公寓等，那么我还是推荐使用云 WiFi 的，因为它更省心、省钱、易管理。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个订阅哦。我是奔奔，祝你幸福。